大家好，在进行自动化脚本编写时，常常需要将一个命令的结果传递给下一个命令，同时还要将最终结果妥善保存到文件中。例如，在服务器运维中，要获取所有正在运行的服务，并按服务名称排序，再把结果输出到报表文件。这时候 PowerShell 的管道和文件重定向功能就能大显身手了。今天就和我一起深入了解它们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管道 piping。那管道是一种操作通道，你可以将不同的 PowerShell 的命令用竖线符号分隔。那竖线前边的命令操作结果会作为参数传入竖线后边的指令。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我们点击搜索，输入 PowerShell， 点击 Windows PowerShell， 打开一个 Windows PowerShell 的窗口。我们先输入一个命令 get process， 回车之后，它就会把所有的进程相关的信息全都列出来。那如果我们要想对所有的这些进程信息按照 CPU 的使用率来进行降序排列，那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运行这行命令 get process， 后边有一个竖线分割符，这个竖线分割符就是管道。这个竖线分割符会把 get process 这个命令的结果输出给后边这个命令 sort 横线 object。sort 横线 object 会根据一个属性来对前边这个命令输入的结果进行排序。那根据哪个属性呢？杠 property 是代表我要根据属性排序，属性的名称是 CPU， 横线 descending 是降序排。那这个时候我们回车，你看它一样把所有的服务都列出来了，只是结果是根据 CPU 的使用的时间来进行降序排列。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个应用程序，哪一个进程使用 CPU 的时间最长。那我们可以使用管道连接两个命令，也可以使用管道连接多个命令。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这行代码里边，第一个命令是 get process， 然后通过管道传给 sort object。sort object 就会根据 CPU 的使用时间从高往低来排序，最后又通过管道把这个排序的结果传给 select object。那 select object 就会把排序的结果只选择名称和 CPU 这两列来显示。那在这个命令里边就用了两个管道，把前一个命令的结果传给后一个命令。那回车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这个结果里边只有名称和 CPU 的使用时间，它也是按照 CPU 来降序排列的， CPU 的数值使用时间是越来越低的。如果我们想把上边这行命令输出的信息，也就是这个进程的名称和 CPU 的这些列表信息保存到一个文件里，我们可以执行下边这行命令。我们只需要在上边这个命令的末尾增加一个相应的箭头，后边是文本文件的名称，那这个箭头就会把前边这三个管道连接的命令最终的输出结果重定向到这个文本文件里边去。那我们现在回车运行一下，我们运行命令 dir， 你看这个目录下果然多了一个文件 process 横线 log.txt， 运行命令 ca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果然跟刚才那个命令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也是所有进程的名称和 CPU 的使用时间。那这个向右的箭头会把前边命令的输出重定向到一个文本文件里边，但是它会覆盖文本文件里边已经有的内容。那你比如说我们运行一下这个命令 dir 向右的箭头 process log.txt， 回车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rocess.txt 里边的内容，你看它就变成了 dir 命令的输出结果，刚才那个进程和 CPU 使用时间的内容已经被覆盖掉。那如果我们想把当前命令的输出内容追加到同一个文件里边，而不覆盖文件里边已有的内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两个向右的箭头。我们看这个例子，我们运行 PowerShell 命令 get date， 然后两个向右的箭头，后边是我要把这个 get date 结果输出到的文件的名称。回车之后我们再用 cat 命令看看这 process log.txt 里边内容，你看前边就是我们运行 dir 命令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命令输出到这个文本文件里的内容，那后边这个日期和时间就是我们运行第二个 get date 命令输出到这个文本文件里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向右箭头是覆盖文本文件中的内容，如果文本文件不存在会创建一个新的文本文件，两个向右的箭头是把这个命令的输入结果追加到文本文件的后边去。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